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呢，记录了一个出生寒门的人如何快速积累财富的故事。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纳瓦尔宝典》。纳瓦尔是个什么人呢？他是一个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人，1974年出生，9岁移民到了美国。一开始他只能打黑工，因为地位不高，家里边也没有钱。他脖子上挂着自己家的钥匙，每天在纽约闯荡。纽约的治安不怎么好，所以他妈妈规定他只能去图书馆，他就每天在图书馆和自己家2点一线来回跑。后来他考上了常春藤名校，然后创业成功，成为著名的创业者和投资人。他最厉害的投资业绩是投资了推特和优步。他是一个早已经财富自由的富豪，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思考的人，所以他经常在推特上发表一些自己对于人生的看法。结果这些看法很快就风靡了起来，很多年轻人都在转发他的感受，因为他的感受总是能够切中要害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意林读书，每天一本好书，带你踏上思维与财富的双重升级之旅。如何拥有财富？首先，赚钱是一门技能。赚钱这个技能你必须学，你如果不会这个技能，而是整天在家里边想怎么样一夜暴富，这是没有用的。那赚钱的技能是什么呢？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把自己产品化。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成为赚钱的方法吗？当然能，这里边有2个关键词，一个叫自己，一个叫产品化。什么叫要看重自己呢？你要找到自己的独特性。现在很多年轻人赚不到钱，是因为他们总希望跟别人差不多。别人考证书就跟着考证，别人有这个文凭，他也去弄这个文凭，别人再开这个店，他也开一个店。所以永远只是跟随，是没有认可机会的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，你必须得变得跟别人不一样，找到真正的自己，独特性是非常重要的。什么叫产品化？产品化就是找到杠杆效应，能够把你的能力放大。比如说，你是一位教师，天天讲课，没有产品化，你只有讲课才能够赚到钱，所以这个不叫产品化。但是如果你把讲课的内容变成了一个软件，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下载、注册账号就能听的这么一个东西时，这就叫产品化。你需要在这一生当中不断地问自己，在你追寻财富的时候，不断地问自己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这是我真的想要的东西吗？这个跟你寻找自己是有关的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我实现产品化了吗？如果把这2个问题解决掉，你就能够赚到钱。钱的本质是什么呢？钱是这个社会打给你的欠条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给这个社会做了贡献，这个社会回报给你什么呢？它不能及时的回报你一个东西，那叫以物换物了。它回报你一张纸，这张纸就是钱，贡献多了，回报就更多。所以钱是欠条。当你意识到钱是欠条这件事以后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就是你得为这个社会创造足够多的价值，这个社会才会给你打足够多的欠条。什么是财富呢？财富是怎么回事呢？财富跟钱是2回事。纳瓦尔说，财富是睡着了以后还依然能够给你不断的创造金钱的东西。比如说，房子可以被视作财富，因为房子可以出租，你睡着了也能够靠它获得收入，因此它算是财富。公司的股权可以算是财富，假如你手上有特别好的公司的一部分股权，即便你睡着了，这个公司也还在不断的运行，它会给你带来财富。高科技的东西，公司的股份，这是资产。你有专利，这是资产。假如你手中有一个专利，你可以收专利费，比如别人用一次收2毛钱。或者你写了一首歌，这首歌放在网站上，别人下载一次收费1毛、2毛，这就是财富。我们现在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东西，都是曾经的高科技产品。所以纳瓦尔认为一定要关注最新的科技，科技的东西才能够带来新产品。咱们举个例子，塑料袋，大家会觉得塑料袋不算是一个科技。塑料袋刚诞生的时候不是高科技吗？
那就是化工的高科技。当年如果你能够建一个厂生产塑料袋，那肯定发财了，因为没有人能够生产塑料袋，只有你可以。李嘉诚是怎么起家的？李嘉诚是卖塑料花起家的，这在当年都是高科技产品。只不过是因为高科技有一个传播的过程，随着传播越来越广泛，高科技不再是高科技了，所以就赚不到钱了。因此你要想赚到钱，你得经常关注高科技的最前沿的东西，关注这个东西怎么应用。如何找到天赋？我们讲找到天赋所在，就是怎么能够成为你自己。积累专长的办法有哪些？第一个，你要知道一句话，纳瓦尔说，专长无法被教授，但是可以被学习。很多人非常笃定地跟你讲，你上这门课程就能发财，上了一门课就能够发财，这不可能。一个人能不能发财，有着大量的偶然性因素，绝对不是听了一门课就能够学会的。纳瓦尔说出了一句特别切中要害的话，这些商业技能是无法被教授的。大学里边根本教不了赚钱的技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可以确定地教会你，我就可以把它程序化地教给所有人。而如果我可以把它程序化教给所有人，那么这个东西一定一文不值。就像生产塑料袋一样，生产塑料袋可以被教会的，因为这是一个生产方法，所有人都能学会。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批量化地学会了生产塑料袋，批量化地学会了生产水泥，批量化地学会了烧砖，当年各种各样很赚钱的生意现在就都变得不赚钱了。所以商业技能不能被教授，但是为什么它能够被学习呢？在大学里，同一个教室讲着同样的课，但是教出来的学生五花八门。有的人觉得这个大学上的特别值，能学到很多东西，其实这不是老师教会他的，是他自己学会的。我们可以听课，可以学习，但是别依赖听课和学习。听课和学习带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启发，让我们开阔眼界，找到一个机会。最终能不能够成功，取决于你自己的大脑有没有起反应，以及你有没有努力。只有努力足够多，才有机会碰上一次好运。这是取得成功的一个秘诀。在成为自己这件事上，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你自己。我怎么才能够跟别人不一样？答案是成为你自己。在成为你自己这件事上，没人能够比得过你。而如果你天天只想成为别人，那是没有用的。亚马逊编年史这本书中，贝索斯讲什么叫创业。创业就是有路不走，看到别人这么做的，你就别再做了，你必须得摸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。而且要想办法找到自己内心最有热情的领域去做事，而不是只看重谁给的工资高。你们知道谁给我的工资高是拿什么换钱呢？这是拿时间换钱。拿时间换钱就代表着你没有财富，因为只要你不付出这个时间，就不会得到收入。虽然拿时间换钱，你可以养家糊口，但是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财富自由的人，因为你只要不干活就没有钱了。那么，个人的专长在哪儿？个人的专长一定属于知识领域的边缘地带。你探索到你这一行的边缘了，在这个边缘上不断的试探，最后做出了一个新的东西，这个是来自我们内在的热情。而致富最重要的技能就是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。大学里的老师，哪怕是博士的导师，也不可能把你带到知识的边缘，一定是靠你自己慢慢地孤独地走到那个知识的边缘，成为一个孤勇者。然后你还需要不断地思考，不断地探索，最终才能走出去。纳瓦尔说，无论是财富还是人际关系还是知识，你都要记住一个东西，复利。复利是起作用的，所以要着眼长远。在知识的领域里，复利是可以起作用的。当你读的书越多，在读下一本书的时候就会很轻松，这就是复利效应在起作用。在人际关系的层面，在知识的层面，在财富的层面，你要相信复利，并且要放眼长远，因为复利的效果在短期内看不出来效果，但是长期来看就是一项奇迹。所以无论投资还是交友，
我们都要着眼长远。着眼长远有2个侧重点。第一个，个人声誉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在社会上没有个人声誉，那么我们后面所讲的各种杠杆你都用不上。什么是杠杆？你要雇人，这就是杠杆；你要借钱，这就是杠杆。但是钱和人会跟谁走呢？一定是跟个人声誉好的人走。如果你声誉不好，那人也雇不来，钱也找不到。那么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杠杆？你要学会承担责任。为什么有人只喜欢打工？你让我搬砖，我就搬砖；你让我写 PPT， 我就写 PPT， 你只要发我钱就行。打工令人开心的地方就在于不用负责任，即使公司倒闭了，也得给我先清算工资，因为我是弱势群体。但是你不负责任，就永远获得不了杠杆效应。我们前面讲过，把自己产品化的方法，一个是找到自我，一个是杠杆效应。杠杆有哪些呢？大概分3类。第一个叫劳动力杠杆，就像福特汽车当年那种工业化的生产，就是能够雇到很多人，这些人成为放大公司财富的杠杆，这种叫做劳动力杠杆。第二种叫做资本杠杆，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是基金经理，基金经理必须得有很高的声望，当他说愿意帮别人理财时，就会有人交给他几十个亿，他可以募来几十个亿，帮别人来操作，这叫做资本杠杆。这2者都需要很好的声誉以及承担责任的能力。还有第3个东西，很多人意识不到，就是编辑成本为0的载体，这也是杠杆。包括代码、媒体、书、唱片和专利等东西，虽然这些东西看起来不像一个公司那样带来收益，但是它是能够帮助你无限放大的杠杆。比尔·盖茨怎么做起来的？比尔·盖茨就是靠写代码，他把 DOS 系统、Windows 系统全部做成软件，不断的复制，直到编辑成本为0，就是他实际上生产成本近乎0。一个作家怎么赚钱呢？一位作家写了一本书，无限制的复制，如果能卖1000万册，卖1亿册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杠杆。这3类杠杆能够帮助我们放大财富。为什么纳瓦尔鼓励我们承担责任？他说，因为失败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。人类历史上在商业领域里一个伟大的发明，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制度。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促进市场经济大幅发展。过去很多人不敢创业，因为一赔就可能要赔一辈子，万一创业失败，还可能要负债子偿，就翻不了身了。后来大家干脆设定一个底线，公司的钱赔完就结束了，个人挣的工资、分红这些资产你可以拿回去。有了这个保障以后，才涌现出了大量的创业者。这就是用制度性的创造设计了一个反脆弱的图形。为什么创业是划算的？因为创业者赔钱是有底的，赔到公司钱没有了就结束了，这是有限责任公司制度。纳瓦尔认为，如果你特别担心承担责任这件事情，那么你很有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金钱的焦虑之中，因为你不敢尝试。实际上你破产了以后，这个结果有那么严重吗？咱们这个社会对于破产者还是有一定保护的，不像大家看的那些戏剧，比如说大家看过的那个威尼斯商人，那个时候的欠债者是要坐牢的，甚至把身上的肉割下来抵债都有可能。今天咱们没有欠债者监狱了，即使你欠债了，你破产了，你的声誉受损了，但你依然还有机会从头再来。所以纳瓦尔说，你得能够学会承担责任。如何找到杠杆？找杠杆的第一条方法，别跟风，找热爱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以事情本身为目标，而不是以金钱为目标。纳瓦尔说，对一件事情的欲望越小，顾虑就越少，执念就越少，反而越会顺其自然，遵循内心。你会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始终不渝地做下去，工作质量也会因此提高。如果社会可以培训你，那么总有一天，社会也可以编写代码，用计算机取代你。如果你要做大陆货，你要做跟别人都差不多的东西，那么其他人就会替代你，因为你不费劲就能做到，别人不费劲也能做到，最后大家都赚不到钱。
要得到经济回报，你就需要提供社会有需求但无从获得的东西。学校教不会我们经商这个技能，学校教我们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尽量让我们标准化的东西，而我们能够学到的是让我们不一样的东西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以事情本身为目标，而不是以赚钱为目标。前面我们说了3个杠杆：劳动力、资本、边际成本为0的产品。如果你用劳动力做杠杆，这对你的管理能力有极高的要求。假如你不会带团队，你是管不了一个几千人的工厂的。如果你以资本为杠杆，这对你的社会信誉有很高的要求。假如你没有足够高的社会声望，你是拿不到资本的钱的。普通人最应该认真考虑的，就是以边际成本为0的产品作为载体的杠杆。这里面简单的分为书、媒体、电影、代码。如果你会编程，能够写程序，这是一种比尔·盖茨式的杠杆。如果你能够拍电影，像迪士尼、漫威这样；如果你会写书，像余华、莫言这样；如果你能够拥有媒体，你甚至可以做一个公众号、视频号、抖音号。这都是我们能够有效获得的杠杆。纳瓦尔说，人分2种。过去我们怎么把人分类呢？很多人经常说，这个人受过教育，那个人没有受过教育。作者说不对，你不要这样把人分类，不能用受过教育、没受过教育把人分类，应该用有杠杆和没杠杆来分类。他认为人分2类，一类是有杠杆的人，一类是没杠杆的人。有杠杆的人即使不工作，也有东西帮他赚钱；没杠杆的人如果不工作，今天就没有钱赚。他说，如果你有专长、有责任感，又懂得如何利用杠杆效应，社会为你提供的金钱回报就会与你的价值相匹配。这时你就能节省下更多时间，进而变得超级高效。你不需要为开会而开会，不需要努力表现自己，也不需要通过汇报材料体现你的工作量，你只要关注工作本身就可以了。你知道给别人打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你是在出卖自己的时间。你希望别人给你更多的钱，那么你就需要表现出你的时间很有价值。为什么很多公司里存在着办公室政治，存在着宫斗戏，一到绩效考评的时候就玩命的打仗？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证明我是有价值的。努力地证明我是有价值的，和把这件事做得很好，这2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。你越是努力地证明自己是很有价值的，有可能你负责的事情就没人做，反而会做不好。像乔布斯这样的人，为什么能够在退休了那么多年后，突然之间想到做一个 iPod 或者做一个 iPhone 这样的东西？他就属于我们刚才念到的那个情况，因为他的大脑是放松的，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，他就是专注地解决问题，这会让人进入一个良性循环。一旦你找到了杠杆，你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，而如果你没有找到杠杆，你很容易进入一个恶性循环。我们该怎么实现杠杆效应呢？纳瓦尔说，如果你想要获得杠杆，2种能力很重要，要么你有极强的销售能力，要么你有极强的建构能力。比如说 CTO 首席技术官、制作 App 的人、写代码的人，这些是建构能力很强的人。市场部里负责卖东西的人，负责推销的人，做直播、做演讲的，这是拥有销售能力的人。如果你既有销售能力又有建构能力，那恭喜你，你可能已经成为一个 CEO 首席执行官了。如果没有成为 CEO， 那么这2种能力也足以使你获得一些杠杆。然后要学会用头脑赚钱，而不是用时间赚钱。有人能够用时间赚到挺多钱，比如说牙医、律师、球星。咱们说球星，有很多球星之所以一辈子都能够有很多的钱，是因为他善于理财。像奥尼尔、詹姆斯这样的人，他有了钱以后会投资买公司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奥尼尔是谷歌的股东，在谷歌天使投资的时候，奥尼尔就投了谷歌。纳瓦尔说，这里边有一个底线，不要犯法。因为有很多人为了能够快速的致富，不惜犯法。一旦你犯法，身陷囹圄，进了监狱，你可能前半生的努力都白费了。
所以要有耐心，慢慢来。虽然99%的努力可能是被浪费的，但我们要努力做，等待着好运的降临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判断力。为什么判断力很重要呢？纳瓦尔说，一个 CEO 为什么贵？ CEO 贵就贵在判断力上。这个 CEO 的判断力比另外一个 CEO 的判断力高那么一点点就够了。假如这两个公司都掌控10亿的盘子，这个 CEO 比那个 CEO 就只高明了10%，虽然看起来不多，但是在这10亿的盘子里一放大就是1个亿。所以这个 CEO 拿几千万年薪是应该的，这很正常，因为他的判断力只要差一点点，对于一个100亿企业、1000亿企业来讲，就会损失几百个亿。所以判断力是让我们变得更贵的一个原因，这也是用头脑赚钱的方法。你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时薪。纳瓦尔在他创业还没有成功，还不是很有钱的时候，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薪$5000。如果他花1小时干这个事，感觉带来的回报不到$5000，他就不干，他宁肯委托快递、跑腿的人做，委托授权给别人去做。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个时薪，让自己专注去做那些更具有幂次效应的事情，更具有复利的可能性的事情。那么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应该怎么做？初出茅庐的时候，年轻人要解决3个大问题。第一个是在哪儿生活，第二个是和谁在一起，第三个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。这3个问题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很大。纳瓦尔说，我们需要拿出专门的时间来思考。比如说，选择一个城市，你到底是选择东部还是西部？你到底选择沿海还是内地？你选择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？你选择大城市还是小城市？你要思考这个问题，这跟你的价值观、人生取向有很大的关系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不错的话，千万别忘了订阅，顺便点击一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视频了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